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心4》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 DLC 中更新的共产主义路线，复辟帝制，包括恢复民主，之后也都会完到，大家不要着急。如果想实现我们本次的目标，首先是要推翻希特勒，而要推翻希特勒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召集国防军。但一开始的这些国策，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呢，我这边也是跳过一下，等到德国内战发生之后，我们再回来。好的，到了1936年1月9日，我们收到消息，德国海军的忠诚。我们注意到，在我们实施政变时，德国海军可能会支持希特勒，原因似乎是他们得到过承诺，在他执政时，海军将获得大量的支持和自由，这是旧政府未能实现的。也许我们应该做出类似的承诺，努力争取他的支持。如果我们不讨好海军，那么海军会在内战中加入希特勒一方，而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他们的忠诚，那么大部分海军将会加入我们一方。但是我们就必须要履行对海军的承诺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国策，否则他们可能就会反叛我们的政权。这一次没问题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确保他们的忠诚。好的，70天之后，德国内战正式开始了，把纳粹渣子赶出祖国。到了1936年7月4日，德国内战正式结束。在展望德国的未来之前，我们还必须要振兴国家。经历内战的蹂躏后，我们现在必须重建国家。我们将请求人民放下个人的舒适，以便我们集中所有资源实现这一目标。随着内战终于结束，我们正在逐步重建国家，而人民渴望稳定和安全，但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。民众对这种不确定性感到厌烦，要求我们制定明确的路线。民众们不用担心，军政府会迅速行动。现在德国已经成功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出来，我们必须展望新的前景，并决定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。为了团结、正义和自由。过了14天之后，我们也完成了展望德国的未来。
我们希望在第一次内战后，工人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。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，无产阶级值得更好的待遇，只有让他们奋起反抗，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将权力交给支持无产阶级的人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正式成立情报部门。这个国家在那些不关心人民利益的统治者手下遭受了许多苦难，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重建国家，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我们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。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部门将是一个好的开端。接下来继续选择复兴红色前线战士联盟。这个运动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准军事组织，在法西斯政权下，他们勇敢地抵抗警察和其他压迫者，就像我们旧政权的常用手段一样。他们因此被取缔，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复兴了。又过了35天，继续选择政治委员。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人可以被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中，而不是他们被迫遵守的错误道路。我们必须任命负责任的军官，向普通士兵宣传共产主义的好处，并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确保忠诚。毕竟忠诚不绝对，就是绝对不忠诚啊。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人民的胜利。人民发声了，人民的声音被听到了。我们旧的腐败政权显露出软弱的迹象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，要求他们辞职，替人民夺回权力。如果我们的条件不够，没能完成这个国策，就会在255天后爆发第二次德国内战啊！到了35天后，我们也完成了人民的胜利国策，同时我们的国旗也变了，国号也正式改成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，领导人则变成了恩斯特·采尔曼。国策我们选择斯巴达克同盟的遗产。斯巴达克同盟在1919年随着德共的成立而解散，但他们的一些思想值得重新提倡。该联盟设想一个以民主选举和人民意志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，但在必要时也允许革命团体存在，是时候再次朝这个目标努力了。国号变成了德意志人民共和国，而国旗又变了。我还是觉得之前的国旗更好看一点，但是没办法了。我们不能忘记，之前我们争取了德国海军的忠诚，现在如果我们想要让他们满意，就需要完成攻海舰队还有重建海军战争指挥部的国策。但是这些国策的描述我觉得都很无聊啊，所以说呢，我暂时也就不念了。等我们完成了海军相关的国策之后，我们再回答。到了1937年11月10日，随着我们完成了重建海军战争指挥部的国策，德国海军潜在的叛乱威胁终于被消除了。现在海军终于满意了。我非常想马上在外交领域有所动作，但是由于军政府之前取消了梅福券，而我们国内的经济也因为内战一塌糊涂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下经济的国策。这一次还是选择经济增长优先。等经济的国策点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回答。到了1938年9月21日，目前我们的经济改革国策已经点的差不多了。至于世界的局势，则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俄罗斯爆发了第二次内战，苏联政府现在已经垮台了，日本现在由幕府统治，中国也爆发了内战，意大利的内战也爆发了。不过他们的内战已经结束了，但版图变成了现在的这副样子。我们也经历了内战，只不过我们的内战早已经结束了，而第二次内战没有发生而已。如今的德国终于逐渐走出了内战的阴影，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下集再说。看了下时间，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